前几天呢，有个朋友家里装修，为了保证 WiFi 信号的稳定，在每一个房间都安装了那个面板式的爱快的 AP。由于需要安装控制的 AC 呢，让我推荐一款入门的软路由，价格呢在500-600块钱，而且呢还要能装虚拟机。当然了，这个性能也不能含糊了。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金水神技能，我是金水。很多小伙伴应该都知道，说软路由的入门机型当仁不让的肯定是 Go1900了。但是现在呢，有了性能更强劲，而且价格更便宜的新选择，就是这个 N4200。而且呢，这个小东西呢还能装虚拟机。N4200是2016年 Q3 季度发布的奔腾的 N 系列产品。这个 CPU 呢，主要用于笔记本，14纳米制程，4核心4线程，核心频率呢 1.1 赫兹，最高支持8GB 的 DDR3 内存，自带核心显卡英特尔的505，支持 4K 解码，支持 PCIe 2.0， 支持 AES 新指令集，支持英特尔的虚拟化 VT-X 和 VT-D， 所以安装虚拟机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为了方便大家对比软路由的参数和它的各种区别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个表格，有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按下空格来看一看。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外观。这个外观呢，相较6口的软路由呢要稍微小一点。正面呢4个千兆的英特尔211网卡，一个电源接口，一个 COM1 口。背面呢2个 USB 3.0， 4个 USB 2.0 和一个 HDMI 接口，一个电源接口和一个 Reset 键。我们现在把盖板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单条的 DDR3 内存插槽最大支持8G， 这是一个 mSATA 接口，这是一个 SIM 卡的接口，一个 mini PCIe 的插槽。注意，这个 PCIe 呢不是走 USB 通道的，而是走 PCIe 2.0 通道的，支持更高的带宽，而且呢可以扩展 WiFi 模块。这还有一个 SATA 硬盘的接口和一个电源接口，方便以后我们可以扩展 2.5 寸的硬盘。那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如果你要装 SSD 的话，它会增加1瓦的功耗。那如果你装一个 2.5 寸的机械硬盘呢，它则会增加2瓦的功耗。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英特尔的官方跑分数据。之前入门的 Go1900 单核呢536分，多核呢1982分。Go4205 单核863分，多核2270分。N4200 单核857分，多核3180分。单核的数据呢跟 Go4205 非常的接近，而多核相较 Go4205 呢则提升了整整 34%。官方的跑分数据呢并不一定能完全切合我们的使用场景，所以呢我们用 OpenWRT 常用的这个加密算法来跑个分。首先我们来看 AES， 它的整体得分呢是17万分。那接下来呢我们使用 XX20， 表现也非常的不错，12万分。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OpenWRT 自带的 ChromeMark， 这个 CPU 评分呢是 4.84 万分。其实这个数据听起来相信大家都没什么感觉，那我把我所有用过的软路由放在一起给大家对比一下，大家就能看出区别了。大家从这张图可以看得出来， AES 跟 XX20 这个得分呢都已经超过了 Go1900 的2倍以上。ChromeMark 得分已经超过了2核心的3865跟3965，更是超过了同为4核心的 Go4205。按这个数据表示，快摸到 4417U 的屁股了。那这说明这个多核表现在 OpenWRT 上的综合性能表现呢，已经非常够用了。我在这个软路由上接了一个 32G 的 SSD 和一个 250G 的 2.5 寸机械硬盘，还有一个 8G 的内存。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功耗的表现。耗电情况还是不错的，待机呢在 8.9 瓦左右，在压力测试模式下，满负荷运转在 17.5 瓦左右，运行2个小时左右的温度稳定在48度左右。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网络上的表现。跑满我们家这个200兆的带宽呢，是丝毫不用费力的。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基础带宽，下载呢255，上传呢39 ，CPU 最高使用率在 8% 左右。科学上网下载呢252。上传呢40 ，CPU 使用率呢最高11.6。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CPU 使用率在平时只有在 9% 左右，而科学上网呢稍微高一点，也在 11% 左右。从这个 CPU 的使用率跟它的评分来综合考量，
在节点不限速的情况下，1000兆的宽带能跑满应该不是什么问题。N4200呢有4个网口，那可以充当小型的千兆交换机来使用。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数据传输的测试。我们在软路由上打开 iPub3 服务端，在我的电脑上运行客户端。这里要跟大家交代一下，测试的网卡，测试的电脑网卡是英特尔的82575。现在展示的呢是用多线程的上传和下载的速度。大家注意啊，我在这儿呢还使用了-P10的参数。这个测试呢跟其他的千兆网卡的数据呢都非常的接近，也可以真正的表现千兆网卡的真实水平。在这儿呢我就不给大家跑 YouTube 的测试了，因为大家都知道 YouTube 的这个测试呢跟你家的宽带跟基础网络都有很大的关系，而最重要的呢是你的节点的速度。那如果你的节点速度不够快的话，你的路由器再好也没有任何的作用。好，总结，不管从性能、网络传输各个方面呢，这款软路由都是非常不错的。整体数据呢非常接近 3865U， 而且呢功耗控制呢是非常的不错的。大家都知道 3865U 呢是15瓦的，而这款软路由呢核心功耗呢只有6瓦。如果你只是单单的应对科学上网，那相比 Go1900 的性能提升了将近2倍。如果你想玩虚拟机，作为家庭的 AC 控制中心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相对 Go1900 和其他的软路由，可玩性呢就更强。它的缺点呢也比较明显，整体的外形呢并没有那么大，散热表现呢非常的一般。由于是被动散热，非常不建议大家把它放到你的弱电箱里，而是把它放到一个能够正常通风的地方。而且呢，现在这个机器呢，在市场上的货并不多，在市场上的价格在680块钱左右，而金水神技能的粉丝呢，优惠价620元。不管从价格还是性能，都可以说是 Go1900 完美的升级产品。但是注意，如果你只是想单纯的上网，我觉得可能一个 R2S 对你来说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但是如果你对软路由的性能有一些要求，然后你还想玩更多的东西，你还想使用虚拟机安装更多的系统，还想集成 AP、AC 控制你们家其他的设备的话，那4200呢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也希望可以给看到这个视频的小伙伴在选择软路由的时候呢多一个选择。录这期视频的时候呢，我刚刚拿到我的 WiFi 模块。那在下一期视频呢，我跟大家详细的讲一讲这个 WiFi 模块怎么样的玩，它到底能不能达到普通硬路由的那种效果。好了，那今天的视频呢就先到这里。如果你想看到更多相关的内容，那就请你订阅我的频道。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呢，那就请你评论、点赞、转发、投币、订阅一条龙。您的每一次点赞、留言和转发都会对我的频道有非常大的帮助。YouTube 的小伙伴呢，记得点开那个订阅的小铃铛，因为它会在第一时间把我最新的内容推送给你。无论怎样，您的关注都是我持续努力的动力。感谢大家收看金水神技能，我是金水，咱们再见。